生命因为未知而期待，风雨兼程也是一种精彩。转过身来，爱一直都在，那些关怀在夜里温暖着胸怀，穿过人海，爱留下来。越来快乐，是因为看见别人愉快。可以帮我剪一下吗？谢谢。Bro，see you，拜拜。这份工作有比上一份更有意义吗？啊？这叫做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。当然知道，我没有看不起救生员的意思，我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一直要换工作。不喜欢就换啊，长痛不如短痛，不是吗？好了，我去换件衣服，一起回家吧。哥哥，我的球又掉进海里了，可以帮我捡吗？小弟弟，我已经帮你捡了很多次了。哥哥 ，please。你去换衣吧，我帮你。小弟弟，球在哪里？那边，看这里。拿你的球。小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肚子有点痛。我是护士，我帮你看看。躺下。你是不是经常肚子痛？几天了？哥，发生什么事啊？这里痛不痛？啊，很痛很痛。温度有点偏高，你最近是不是很难上厕所啊？还是有呕吐啊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比较好。不要了。马上打电话叫救护车。等他的家人来了，我们就走。是你打电话给我的吗？我叫玫瑰，我的儿子是高天祥。你好，我是一名护士，叫傅家子。你儿子？我儿子怎么了？他肚子痛。肚子痛？你干嘛把他送到医院来啊？小题大做。但是我怀疑他不止肚子痛那么简单。啊？那对于那个妈妈。你好，我儿子他怎么了？你儿子患的是急性肠梗阻，幸好及时送来医院，要不然会有生命的危险。那他现在要不要紧啊？我们帮他动了手术，已经没有危险了，不过还需要留院观察。啊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不好意思哦，谢谢你送我儿子进来。不用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我先走了。好，那再见。哥，你太厉害了，我真的是越来越崇拜你这个当护士的哥哥。少拍马屁，是不是想借钱？我是说真的啊。我也说真的。爸，我跟你说，要不是我亲眼看到，我都不相信。哥只是摸一摸，看一看那个小孩的肚子，就知道不是肚子痛那么简单。哦，
真的那么神啊？爸，别听他胡说。我哪有啊？是真的好不好？他简直就是华佗在世啊！有华佗啊！ Hello， 那华佗有没有说吃饭的时候呢，不要说那么多话，会消化不良的？还有啊，华佗呢，他可是个大神医啊，你哥呢，他只是个小护士。不管是神医或者护士，救人一命啊，功德无量，总好过有些人只会在海边看美女。爸，我做的也是救人的行业嘛。那到目前为止，你救了几个人呢？人虽然一个都没救过，但是掉进海里的球倒是救了不少。能逗小孩子开心，也算是功德无量。啊，解救也算是功德无量啊！哈 OK， 吃饭哈。刚才华佗的娘不是说吃饭的时候说太多话会消化不良吗？来，华佗，来，吃饱点啊。华佗的爹，来。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是谁呢。会怕就好，记得以后上车就要锁车门，安全最重要。谢谢提醒。请问你上我的车干什么？我想过了，如果以后我们时间配合得到，就共用一辆车，不要浪费资源。开车吧。明天呢，要给我换一台新的，要不然我就到消费人协会去告你。OK。哎，你怎么走这条路啊？我宁可兜大圈呢，也不想困在车笼里。走这条路呢，不但耗时间，也耗汽油。塞车也是一样浪费时间，消耗汽油啊。这个世界哪里会塞车？什么事情都会发生，别说不可能。哎，你靠近啊！哎呦，姐，我有分寸的。我是为了你好。你知道坐人家的车有4不，哪4不？1，不要教车主怎么驾车；2呢，不要教车主走哪一条路；3，不要在车上乱丢东西；最后一样呢，上车不要用手机，把车主当司机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坐你的车不可以说话，不可以乱动，对吗？我是为你好，免得被人家请下车。早晨的阳光很温暖，空气也很清新，我要走走。太好了，老板来啊！小心点，会不会累？要不要休息？我身体没那么差了。哎 ，Sister Wong， 为什么你要陪你散步啊？这么幸福？健康散步才叫幸福。对了。榴莲王已经先游去了，我要重新指定决策人。你找到人选了？我决定让阿平担任我的决策人，不过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只要超过5000块的医药费，就不要治疗，让我死。不行，怎么可以这样？不答应就换人哦。生命无价，不可以用金钱来衡量。切，最怕是钱花光，人又死了，人财两失。我不愿意成为阿平的负担。我不怕。你不怕，我怕。你已经被老板开除了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工作可以再找，生命只有一次，你不要担心医药费。如果真的有问题，我可以安排社工帮助你们。算啦，就算医好了，也不知道能活多久啊。一个人要有乐观和坚强生存意志是非常重要的。
只有这样才能打倒病魔，让自己活下去，活得更好。别再说了，总而言之，就是不要浪费钱。你这样的限制，阿平会难做的。人总是要死的，何必逆天行事呢？就顺其自然呐。怎么样啊？血样和血糖都很正常。不是暴风以前的宁静吧Mr. Ma，你不要想太多，一定会是晴天的。哎，就算是暴风雨，你也不用怕，因为有个人会帮你撑伞。没事的。谢谢。谢谢你。爸，吃苹果。 Mr. Low， 今天觉得好一点吗？今天不错。我来帮你量血糖。天翔，没事吧？天翔，怎么了，天翔？天翔，天翔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又跌倒？你经常跌倒吗？以前不会，是最近这几个月而已。以前啊，他总是考前3名的，可是现在成绩一落千丈，而且退步很多。妈，对不起，我头一痛起来，真的不能专心读书。你经常头痛吗？你的视力 OK 吗？眼睛看东西有问题吗？有时候会突然眼前一黑，不过只是一下子而已。梁医生，梁医生，你来的正好。我想跟你谈谈这个病人的情况。他申诉经常头晕，视力有问题，也经常跌倒。我怀疑他有其他潜在病状。高太太，我想帮你儿子安排个详细的身体检验，确定他没有问题，然后出院。交给你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是不是天翔有问题啊？再住下去，我怕我连住院费都给不起。基本上，如果不是住在 A 或 B 级以上的病房，大部分医药费用可以从保健储蓄扣除。如果还有什么疑问，可以到我们医院的商业部门询问详情，他们会帮你的。先生，我先去下一个病房。对不起，病房里不能用手机的，因为手机的电磁波会影响到病房里仪器的操作。我就讲2句，2句就挂。喂，你帮我把之前买的那只股票放掉，然后已经谈了2句，可以挂了吗？请你关上电话。等我一下。你知不知道我这通电话有多重要？我只知道病人的生命更重要。如果你要用电话的话，请到外面去用吧。你是院长啊，凭什么赶我走？我丈夫在这里，我为什么要出去？喂，请你到外面去接吧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一定会投诉你的，一定会。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错的话，就去投诉我吧。你。4块，谢谢你啊。我刚才是说少油，不是不要油。喂，你一下子又嫌多油，一下子又要少油，你到底想怎样？问题是一点油都没有，没有油的面怎么吃啊？好，这有整罐油，要多少自己加。已经过了黄金时间了，面已经硬了，加多少油都没有用了。哇，还跟我讲黄金期啊？你以为什么器官移植手术啊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要见你老板。对不起，从昨天起，我已经是这面摊的老板了。哎，这一碗给我吧，你再做另外一碗给他。你到底还要不要？要不然你自己进来煮啊。
不要了，你这样做生意，迟早关门大吉。真的不吃啊？气都气饱了，你刚才这样做，等于是拆我的台，让人家当你是天使，当我是魔鬼。我是觉得没有必要为软面，我伤了和气嘛。这是原则问题。算了算了，没有必要为这个人生气。你能这样想就好了。哎，妈今天生日，你买什么礼物给她？秘密不能告诉你。那我的也是秘密。对不起，让让。先声明，我不是来向你道歉，更不怕你投诉。我只想证明我煮的面少盐少油也一样好吃。都说我不吃了，免费送给你的，不算钱的。希望你吃了皱纹少少，脸美美 ，OK？ 这个男人挺有趣的。哎，姐，你可以试试看。你眼睛有问题啊？有什么好试的？我是说，是他煮的面，你想到哪去啦？真的好吃啊！看来真的试得过。喂，哎，我是，好，马上回来。姐，有名病人呢，心脏病发作，慢慢吃吧，我赶回去了。记得下班一起走啊。走了。Mr. Wong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之前 Mr. Wong 的血糖和血压不是很正常的吗？梁医生已经帮他急救了，现在在跟他的家属谈论病情。你父亲的冠状动脉有3条主要的血管有阻塞的情形，我建议呢替他做一个心肠绕道手术。这样会有危险吗？这手术很普遍，危险性不高。不过当然，只要动手术就会有一定的风险。那费用大概是多少？大概是7、8千左右吧。Mr. Wong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阿平，相信自己，一切以病人利益为出发点，以后就不会后悔了。不好意思，等很久了。还好啦，只是脸上多了几条皱纹，大腿多了几条青筋。夸张，上车。我没有说不可以用手机，只是不要讲太久。算啦，谁叫我坐你的车啊？只好听你的话，委曲求全喽。有这么可怜吗？不过啊，谢谢合作。我们不是要去快乐城拿蛋糕吗？是啊。那刚才为什么不要左转呢？哦，我忘了坐车4步。但我没说过，就算你走错路的话，我也不会出声。你忍得住吗？嘘。哎，这里有位子，为什么不停？离电梯太远了，前面应该有车位吧？你看，从上面到下面都没位子了，你后悔了吗？我不停车，你下车去拿蛋糕，我呢就在车等你。谢了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你们两姐妹合作，当然不难吃啦。妈，我们多少人也继承了你一些手艺吧？只是那么一点，不多哎。
你们该不会这么吝啬，只是请我吃一餐饭而已吧？怎么有这样的妈妈，主动向我们讨礼物的？啊，难道你们忘了你们小时候是怎么跟我讨红包和礼物的吧？啊，记得记得，礼物送到，祝妈妈福如东海。寿比南山，谢谢。不过感觉上好像都是一样的东西，该不会都是购物礼券吧？我比较喜欢现金呢。看来看，好，好哎，旅游券，欧洲，不错。哎，这个呢？哦，也是旅游券，不过地点不同，是南非耶。你们姐妹俩真的很有默契耶。你之前说过嘛，希望一家人可以一起去旅行啊。你们两姐妹和好，就是送给我的最大礼物。哦，早知道呢，我就省下那笔钱啦。可是2张旅券怎么用得完啊？用得完，先去了欧洲，再去南非。好啊，我去策划一下我的假期才行。好，那就这么决定啦。吃饭吃饭。喝点汤。好漂亮的蛋糕啊！妈，你最喜爱的口味，特别为你订的。妈，过来吹蜡烛切蛋糕了。等一下好吗？等什么？切蛋糕太时辰啊！不是啦，刚刚吃饱，难道你们吃得下没？哎，若君，快去开门啊！你好，好久不见了。好久不见。一霞，你来了，来，进来进来。好意外啊！明码的事闪开。我是专程来送礼物的，Mother Happy Birthday。谢谢你啊，你肯来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果然是你叫他来的。我生日当然是希望一家团圆喽。一家团圆是指自己人，义强又不是外人。对不起，我看我不打扰了，拜拜。再见。其实一强对你很不错，我跟他已成定局，没什么好讨论的。我问你，是不是一强出轨，所以你才跟他离婚？缘分已尽，什么原因都不重要。别光说我，说说你吧，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妈的心愿，结束单身生活？我看很难。你是缘分已尽，我是缘分未到。缘分未到，只要继续等，就会等到的。缘分已尽，只要有心，就会前缘再续。唉，以前要是留下来，这些蛋糕就可以吃得完了。蛋糕吃不完可以收冰箱的嘛。东西一放进冰箱，味道就变了，不好吃的。你明白就好，感情也是一样，所以妈就不要白费心机了。唉，一个等缘来，一个送缘去。当心哦，缘来缘去就会变成一个圆 ，zero 的那个圆呢。爸，吃点东西嘛。吃什么了吃？我不是跟你说过，超过5000就什么都不要做，你忘了？可是我总不能看你这样啊！你现在没有工作，我们拿什么来还？什么？什么食物不合胃口啊？来，阿平，你的妈呢？现在气在头上，你跟她说什么都没用的。她现在情况不能太激动，你先出去吧，好不好？我跟她谈谈。怎么啦，什么？
早知道就不让他当决策人，说了几百次、几千次，为什么他就是不听呢？你为阿平不心疼那笔钱吗？当然不是啊，因为对他来说，你比什么都重要，千金不换。那现在把整个局面倒转，阿平是病人，你也会不惜一切的去救他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他还年轻，可是我都这么老了，把钱花在我身上是不值得的。值不值得，不由得你做主的。你的妈，阿平呢，就是因为太爱你，他才会这么做的。嗯。爸，你为什么这么傻？我就是不想连累你，才不要你花那么多钱。爸已经是个没用的老头子了。难道你不知道你的价值吗？一个快要死的老头子，有什么价值？你的价值就是你是我爸，世上独一无二的爸爸。对每个人而言，家人都是独一无二、无法取代的。所以，为了我们所爱的人，我们都应该好好的活下去。谢谢你，不然我爸不会这么容易就原谅我了。你们是两父女，要给业酬的。对了，找到工作了吗？还没有。那经济方面还可以负担吗？我也不知道，要等账单来了才会知道。你不用太担心，政府最近推行的建国一代的配套，在长者的医疗费用方面有很多津贴。你的妈应该有健保双全吧？什么是健保双全？是一种医疗保险，是专门为新加坡人支付高昂的医药费用的。我好像忘了帮他买。如果你们选择推出这一项计划，就享有保障。你放心吧，你爸已经超过70岁了，建国一代的医疗配套绝对能帮到他，所以医药费应该不会成太大的问题。如果真的不够，可以通过义工申请保健基金啊。还有，我们医院的餐饮部在请人，上面有电话，你打去问问。是的哦，谢谢你，你真的帮了我们很多，谢谢。不用谢，举手之劳。谢谢。喂，妈，是我找到了，你慢慢来吧，我等你。嗯，拜拜。我在等人。罗军，对不起，要你等我，没想到你比我还要早到。是我妈约你来的。你不要怪她，是我叫她帮我制造机会约你出来的。她总是爱做这些无聊的事情。既然你都来了，一起吃饭吧。不好意思，我有事。其实我一直没有放弃我们这段感情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吗？对不起，先走。罗军。
怎么这么快就回来啊？你没有跟义强吃饭啊？妈，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？以我吃饱撑着没事做吗？我是要把你们断掉的缘分重新续上。你还没有搞清楚状况。我跟义强呢已经离婚，我们是不可能再复合的。事在人为吗？我觉得义强真的很有诚意，你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妈，我的事呢我自己会处理。回来正好可以吃饭了。人家是运动到没气，你却是叹气。唉，怎么啦？我只不过是想让若君和义强破镜重圆，这也有错没？唉，你又做了些什么？我安排他跟义强吃饭，却被他训了一顿。这是你自找的。你又不是不知道若君的脾气，她最讨厌人家骗她。我当然知道，你不也说吗？我是妈妈，我不帮她，谁帮她呢？有件事情我真的搞不懂，义强有什么好，能够让你这么死心塌地的要撮合他们？要不是他有什么行差踏错的话，若君是不会跟他离婚的。这一点我不是没有想过，不过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？最重要的，他有心悔改。况且啊，他一直深爱着若君的。你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3年多来，每个星期到若君家里打理家务和帮忙选购日用品的人是义强，不是我哎。如果不是很爱一个人，会为他做这么多事没？那你为什么不告诉若君啊？义强不让我说，他担心啊，如果若君知道了，连这个机会也不给。妈，你不能这样做的，那你不是在帮外人吗？我只是想把外人变回自己人。总之，我不同意你这样的做法。哎，你不帮我就算了，不要搞破坏啊！不准你说出去。不是吧？你要我跟你一起守这个秘密？你知道吗？我守这个秘密守得多么辛苦，现在有你跟我分担，我整个人轻松了。妈，不是这样吧？妈，我没有忘记，我们明天要出国，我今天一定会准时下班，把行李收拾好的，你放心。不要，我不要坐他的车，不要再跟我说义强的事了，好不好？妈，我还有事要忙，下了班再打电话给你，拜拜。进来吧。高天祥的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。谢谢。妈，你昨晚值夜班，还是早一点回去休息吧。没关系啦，妈在电子厂做工这么多年，早就习惯了，少睡2个钟无所谓的。爸呢？好几天没见到他了。你爸为了你的医药费，现在不只要叫德士，还要多打几份散工，所以这几天他不会来看你了。妈，对不起，因为我让你和爸受苦了。傻孩子，又不是你自己要生病的。Sister Wong，天祥，我几时才能出院？怎么你还在做功课啊？你要多休息哦。听 sister 的话，别做了，来，我帮你修。我已经好几天没上学了，我怕回到学校功课跟不上。你好乖啊。不过呢，你先休息一会，待会再看书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帮你啊。
这样可以吗？睡一会儿吧。高太太，杨医生有话跟你说。由于你的儿子天祥申诉最近经常头痛，视力也出现问题，走路有时会跌倒，所以我们帮他做了详细的身体检查。那检查结果怎么样？我儿子是不是可以出院啊？经过我们详细的检验，我们发现你儿子患上脑瘤。脑瘤？经过我们详细的检验，我们发现你儿子患上脑瘤。脑瘤？你说什么呀？你们这是什么医院来的？我儿子肚子痛，给你们医到现在变脑瘤，你们分明在骗钱呐！高太太，你冷静点。你叫我怎么冷静啊？不行，我要带我儿子出院。高太太，你听我说，请你相信我，你儿子现在状况是不适合出院的。是啊，医生会帮他做切片检查，才能确定是恶性还是良性的。不要检查，我不要再检查，我不会相信你们的鬼话。高太太，怎么可能？高太太，高太太，你冷静点。怎么可能？说得脑瘤就得脑瘤。进来医院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明白，一时之间是很难接受的。告诉我，为什么一个好好的孩子会变成这样？为什么？高太太，你要坚强点，天下还需要你的。进去看他吧。对了，明天就飞了。哎呀，我那2个女儿啊，明天就要出国旅行了，到现在还没有收拾东西呢。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去世的，只有我瞎紧张。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忙了啊，回来找你啊。OK， 拜拜。Sister， 可以走了吗？我还要赶回去收拾行李，要不然妈要跟我唠唠叨叨啦。很快的，整理好就可以走了。哎，妈有没有打电话给你啊？你说呢？他建议让严翔送我们去机场，我不答应他，他不死心，还死缠烂打的，我才懒得理他呢。我看他没有这么轻易的放弃，我很好奇他接下来用什么招数。说真的，
我现在看到他的来电，我都会怕。喂，其实啊，要妈什么都不做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找个新的对象。哎，那个梁医生真的不错哦，比较适合你。醒了，有没有觉得好一点啊？睡了一觉，觉得好多了。那就好。妈，我想回家。好啊，那我帮你收拾一下，马上带你回家。真的？医生说我没事了。我刚刚问过梁医生，他说你可以出院了。太好了，终于可以回家了，终于可以上学了。好啦，这是妈打来的，又不知道玩什么把戏了。我敢保证，你电话马上会响。那我接不接啊？接啊，他总会安排你跟义强吃饭吧？我们不接他的电话，他会发飙的。喂，妈，你又跌伤啦？你怎么知道？妈，你演技真的很好，可是这招用太多次了。你等一下，我们就回来啦。拜拜。喂，说中了吧？走吧，走吧。高太太，原来天霞去哪里啊？高太太，你先别冲动，天霞需要留院观察的。他是我儿子，我带他回家不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可是不是现在。妈，到底可以出院吗？我说你可以出院，你就可以出院。走，高太太，你先别冲动好不好？哎呀，我求求你不要管我了。真的听我说，他真的很想回家，你让我知道。弟弟怎么了？小弟弟，哎，怎么了？拖着梁医生，在家里很痛吗？不要上床。天祥怎么？没事的，怎么办？没事。哎，幸好高天祥还没有离开医院，不然像刚才那样晕倒就糟糕了。如果他母亲能够冷静一点，事情就不会演变到那个地步了。这也不能怪他，孩子突然诊断出有脑癌，要是我母亲的，心里一定很难接受的。其实家人生病，苦的往往是身边的人。所以呢，你最好是健康，不要生病。我可不敢受苦啊。哼，我也不想受苦。罗军，一强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妈的出事了。妈。什么相聚能够不分？什么离别能够不疼？或许我们听信永恒，所以才那么奋不顾身。以为爱的认真就会完整，原来失去才是每个人成长所必须要经历的过程。回忆从未曾变冷，亲爱的我，答应你们好好生活也算是一种责任。转过多少红灯绿灯，
过多少忧